叶晨的凶猛与肃杀令安东尼奥禁不住浑身战栗，而叶晨的话更让他恐惧至极，因为他知道叶晨只说暂时不杀自己，但究竟杀还是不杀，一切还全要看他心情。想到这，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着对叶晨说道：叶先生，我们今天真的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，现在您打断了我的膝盖，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希望您能够看在我态度诚恳的份上，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叶晨笑道：你看你哭什么？西西里的男人流血流汗不流泪，你当着女儿的面哭成这样，对得起西西里的父老乡亲吗？安东尼奥顿时感觉无地自容，他虽然时常把西西里人的精神挂在嘴边，但真被枪指着并且已经挨了一枪的情况下，他只想求叶晨放过自己。这种时候他哪还顾得上什么西西里精神，只要能让叶晨饶自己一命，让自己脱了裤子从这里跑到曼哈顿，绕着曼哈顿中央公园跑3圈，自己也愿意。在某个领域已经相当成功的人极少有不怕死的，别看安东尼奥也是一路打杀成长到了今天，但他早就不如年轻时那般勇猛无惧。安东尼奥年轻时就像当年那些14、15岁的年轻古惑仔一样，家里一穷二白，兜里分2逼没有，好日子一天也没享受过，出门去砍人恨不得都坐不起出租车，只能背着砍刀坐公交前往，而且坐公交还得逃票。这种人连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都没搞明白，活着只能坐公交砍人，死了好歹还能躺一回救护车，所以就算是刀劈在脑门上他也不带怕的。可是安东尼奥一步步砍杀到了今天，当他成为纽约最大的黑手党老大时，他反而最怕死。他的勇猛只会在绝对碾压对方的时候展现，比如10分钟前，他觉得叶晨不过是一只蝼蚁，自己可以随便将其捏死的时候，他全然无惧。可是当他处于绝对劣势，很可能要丢掉性命的时候，他的勇猛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为了活命，也为了少受点罪，安东尼奥只能哭着说道：叶先生，如果您还不满意，我愿意拿出500万美金赔偿给您，算是一点小小心意。叶晨笑了笑，反问他：安东尼奥，你一共有多少钱？安东尼奥表情慌张，一边躲闪着叶晨的眼神，一边支支吾吾地说道：我大概有几千万美元的身家。叶晨举起手枪，将枪口贴在他的右脸上，冷笑道：我搞不懂，你到底是怕死还是怕花钱？安东尼奥吓得一阵颤抖，连忙改口道：不是，我说错了，叶先生，我大概有几亿美金。说完，安东尼奥连忙又补充道：不过大多数都是不动产。叶晨表情冷酷地看着他，忽然在他耳边扣动扳机，巨大的震动让安东尼奥的右耳一阵嗡鸣，也不知是枪的震动还是其他缘故，他只觉得耳朵一阵发麻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便感觉一股热流沿着耳边流到了脸颊和下巴上。他顿时大惊，下意识去摸，才发现自己的右耳已经被枪打没了。意大利产的莱塔 9RF 手枪一直是意大利黑手党最引以为傲的轻武器，而这种手枪的威力也确实了得。强大的枪口动能不是将安东尼奥的右耳打穿，而是直接打成了碎渣。安东尼奥疼得捂着耳朵拼命喊叫，茱莉亚也哭着用手捂住父亲的耳朵，愤怒地质问叶晨：你疯了？你是法西斯吗？法西斯，叶晨笑道：我一个华夏人，怎么会是法西斯呢？不像你父亲这位了不起的西西里汉子，说不定跟墨索里尼还有些亲戚。说罢，
叶晨表情凌厉地看着朱莉亚，厉声呵斥道：“这位西西里出来的女士，我劝你做人要客观一点，是你父亲先对我动了杀心，刚才他要对着我的脑袋开枪，你也都看在眼里。如果我不是有点本事，我在就已经变成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了。而我虽然给了他2枪，但我还没要他的狗命，跟他比起来，我已经仁慈太多太多了。”茱莉亚一时间无言以对，她也知道这件事完全是父亲有错在先，而且也是他动了杀心在先。某种程度上说，这就是咎由自取。可是这个挨了2枪的男人毕竟是他的父亲，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对叶晨说道：“他虽然想杀你，可不管怎样，他实际上都没有伤你分毫，可你却打断了他1条腿和1只耳朵。相比起来，你就是法西斯。”叶晨看着他，淡然问道：“你觉得你这番话客观吗？”茱莉亚虽然心虚，但还是故作坚定地说道：“当然客观。”好。叶晨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枪口忽然划过安东尼奥的脸庞，再度扣动扳机。砰的一声，安东尼奥只觉得刚才发生过的事情一模一样在左耳上重现了一遍。他伸手一摸，发现左耳也全是鲜血，整个人几乎崩溃，哭着喊道：“我的耳朵，我的耳朵全没了！”叶晨看了看他，随后又看向表情惊骇的茱莉亚，淡淡道：“如果我再从你的口中听到半句你为你这个黑手党父亲开脱的话，我就打断他的4肢；如果你还继续为他狡辩，我就把他剁碎了喂狗。到时候你可以一边看着他被狗蚕食，一边继续指责我是法西斯。”安东尼奥一听这话，当时吓得几乎昏厥过去。他哭着对茱莉亚说道：“我的好女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什么都不要说了。”茱莉亚也怕极了，听到父亲这么说，只能连连点头，不敢再开口多说半个字。叶晨没再理会他，而是质问安东尼奥：“你现在是准备说真话，还是继续说假话？”安东尼奥惶恐至极，哭着说道：“我说真话，我说真话。我所有的资产大概有20多亿美金，这里面大约有1/4的房产，1/4的各种固定资产，另外还有1/4是以现金以及存款、股票、信托了各种形式存在，剩下的1/4则全部都是毒品以及各种走私品。”叶晨冷笑道：“区20亿，你遮遮掩掩的做什么？怕我抢你的钱？”安东尼奥下意识地连连摇头，脱口道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叶晨将一旁的强仔拉到身边，看着安东尼奥开口道：“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强仔，他在唐人街开了一家烧鹅店，有一个名叫燃烧天使的帮派，上门向他每月强收3000美金。这个燃烧天使跟你是什么关系？”“他们跟我没有。”安东尼奥下意识想要给自己开脱，可是话没说完，他就忽然意识到，这可能才是叶晨找上自己的原因。也就是说，叶晨早就知道了自己跟燃烧天使的关系。一旁的阿曼拉莫维奇也彻底崩溃，他在心中哭喊：“妈的，老子这到底是倒了什么霉运？叶晨今天摆明是来找安东尼奥麻烦的，我怎么就这么凑巧今天往安东尼奥这里凑？我他妈晚来半小时，说不定安东尼奥就已经死了，我也不用再得罪叶晨，更不用挨上一枪。”安东尼奥此时已经吓傻了，万没想到叶晨今天是故意在自家门口演了一场戏，其真正的目的原来是找自己算账。一想到自己已经被叶晨打了3枪，这种时候要是再强词夺理，说不定还会再挨一枪。于是他只能如实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我跟您说实话，这个燃烧天使是我下面控制的一个小帮派，虽然他们效忠于我，但我真不知道他们竟然瞎了眼敢得罪您。
希望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把燃烧天使的老大叫过来，亲手杀了他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叶晨再度看向茱莉亚，问他：你看清楚了吗？谁才是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法西斯？你爸为了自己活命，就要杀了别人来讨好我。你自己说，这样的垃圾还他妈是人吗？连他妈狗都不如，狗都比他讲义气。茱莉亚羞愧得不敢抬头，安东尼奥则连忙解释道：叶先生，我也是想替您和这位强仔出口气啊。叶晨没理他，而是问强仔道：强仔，你的店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强仔道：叶先生，店里一个月最多也就能赚$4000，因为本身就要交租，还要雇人洗碗，白天还需要雇一个人过来帮忙。华邦那边也要交上一份保护费，所以$4000就已经是极限了。叶晨点点头，看向安东尼奥，开口问道：你们黑手党都喜欢要别人75%的利润作为保护费吗？安东尼奥连连摇头：不是，这里面可能有点误会，可能是燃烧天使擅自做的决定，没有经过我的许可。叶晨摆摆手：这些我不管，以后强仔就是华帮的老大，你们这些本地帮派也要向他缴纳75%的利润作为保护费，少1分钱都不行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安东尼奥眼睛瞪得老大，可是话到嘴边也不敢说出一个不字。他现在只想着先熬过眼前的难关，于是便只能点头说道：我听明白了，叶先生放心，以后每个月的保护费我都会亲手交到强哥手上。叶晨摆摆手：你没这个机会了，如果你今天表现得好，明天一早会有船带你和阿曼拉莫维奇先生活着离开纽约。至于保护费，你可以让你女儿每月按时缴纳，可如果你今天表现得不好，你就活不到明天了。安东尼奥惊恐不已地问道：叶先生，您要送我跟阿曼拉莫维奇去哪？叶晨随口道：去叙利亚，我的一位朋友在那里搞了一个战争体验夏令营，你们俩可以过去体验一下，包交通含食宿，还有战争体验项目可以参与，你们1分钱也不用出，我请客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